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，这是自己做的一个可调电源。今天由于外部在输出端通上了一个高电压电压也不是很高，大概有70伏吧。然后呢，它就烧了。我们看它现在的故障是插上电以后，电压达到70多伏，可以微调。这个调完了，现在里边已经有糊的元件了，有烟了。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坏了。正常它的调压范围是设置到11伏到44伏，现在呢就能在69伏到70多伏调节。那么按照正理说呢，这个不稳压了，应该是我们调压这部分的问题，是这个电位器这个电阻。现在看来是电位器没有坏，因为这电阻都没有发黑，刚才闻到有糊味了。我们发现这个电阻已经糊了，是在光偶的旁边。我们看是在光偶的旁边。那么431应该也是坏了。那么我们把它拿下来，然后把431和光偶都量一下。烧黑的这个电阻呢，是和光偶一角和二角相连的。那我们量一下，这是和二角相连的引角，这是和一角相连的引角。那么它为什么会烧黑呢？那么很可能是431短路了，431短路了，然后就造成这个光偶烧黑了。我们看431的阳极和阴极已经短路了，控制极和阴极、阳极只有电阻值，但是没有短路。那么很显然光偶也坏了，因为如果431短路，那么光偶应该是上面有供电，不然的话这个电阻不会烧黑。那么这个光偶应该是一二角导通三四角就应该导通。那么现在的电压变高了，三四角导通以后呢，它会使我们这个3842的一角接地，或者是二角通高电位，这样呢会使输出占空比变窄，然后从而使后边的电压下降。可是现在后边输出高，因为我们控制它在12伏到44伏，现在呢变成70多伏了，很显然是不受控了。那么这个损坏的元件呢，有这个电阻虽然烧黑了，但是它不一定坏。光偶和431都坏了，我们把这个光偶和431换掉。这个电源损坏的原因呢，是我给充电器拿它当电瓶接在输出端，因为没有这个电源呢，充电器不触发也就不输出，所以我给它加到充电器的外边了。然后把它加到充电器的外边以后呢，由于充电器输出的电压在80多伏以上，它的设定电压只有40多伏，所以一下子输出端电压高，然后呢，由于我们这个电阻选的比较小，所以光偶和431就烧坏了。那么下面我把这两个元件换掉。好，首先我们把这个431给它焊下来。我们看431的阳极和阴极已经击穿了，只有 1.5 欧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把光偶给它卸下来。实际上正常如果不是我这个电源就会炸管了。那它为什么没有炸管呢？是因为我在这个光偶的次极，也就是它的三四角接了一个负电位器，因为我为了调节它的电压宽度接了这么一个负电位器，所以它没有炸管。光偶坏了但是由于有我们这个负电位器在三四角上，所以呢它没有坏，所以我们把光偶和431换了，应该就正常了。我们看这两根线就是我加的这个负电位器的两根线。好，我们测量一下这个光偶是否坏了。这是它的一二角，我们量一下，反向无穷大，正向也是无穷大，很显然已经损坏了。次极就不用量了，次极肯定是无穷大的。那么光偶给它换掉，然后我们再量一下我们刚才这个糊的这个电阻是否损坏。糊的这个电阻这块板还是不错的，下边还有它的阻值，它是 2.7K 的，我们量一下。这个是电阻档，我们量一下它还是不是 2.7K。
2.6，这个电阻真的是没有坏，虽然它烧黑了，所以说这个电阻不需要换了，我们就把光偶和431给它换了。我们看好的光偶用2极管档量，红标比接1角，黑标比接2角，应该是 1.052 的电压值，反向是无穷大，3、4角不用量了。如果要是判断在路的光偶好坏，可以用2个表测量。这个是431，是新的，我们也不用测量，直接上去就可以了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光偶和431焊好了，再把我们这2根救命的线给它焊上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光偶次级的负电位器的线，焊上以后就大功告成了。好，到这里我们就修好了。由于刚才短路，这个负电位器也已经损坏了，那么电位器也要换一个新的。现在能够从15伏调到44伏，基本上是正常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